楚来了，楚楚来了，头。七哥，头，快，楚楚来了，楚楚来了。七哥，七哥，头，在吗？七哥，在吗？头。站住！楚楚，好久不见啊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太惊喜了！哈哈，怎么来临安来了？我一路行侠仗义，游山玩水，不知不觉就到临安了。也可能冥冥之中感应到你需要我了吧？果然，一见到龙蛋就听说你身受重伤。我看看伤哪儿了？松手！楚楚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不能把自己当成个姑娘啊！当姑娘该如何？当姑娘就要讲究那套男女有别的迂腐道理，就要女大当嫁不中留。我猜到了，你定是被催着成婚夺过来的。这脚在我身上，我想走便走，这就叫天地任我行。太行了！哎，江姑娘，楚楚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就住在隔壁，所以顺道来看看于思卫。你说七哥，他就在里面，我带你进去。你们是旧识？何止是旧识，我爹也在军中，我们从小一块儿长大的，就连习武的老师傅都是同一个呢。只不过后来七哥成立了赤羽旗，去了新的营地，我们这才分开。也难怪我没见过他，还真是个直肠子。于七一直隐瞒着赤羽旗的身份，他倒爽快，一口气全交代了。江姑娘，你是怎么认识七哥的？因为公事。那我带你进去。好，走。七哥，江姑娘来看你了。哎呦，于思卫，江姑娘，快坐，快坐。我就不起来给你请安了。千万不要起来。我看于思卫的身体状态，这余毒应该还要再清上几日的。但还是得尽快去都城司报道了，要不然甄大人就真以为我是在装病，没事就贪图江姑娘送的佳肴。定是要再好好休养几日的。阿门。今日给于大人炖了鸽子汤。江姑娘，她这边无碍的，不需要人照顾。我说七哥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刚刚不还好好的吗？你还让我去？不要你照顾，我可以。楚楚，你会在临安待多久啊？本来没打算待多久，但这不是遇到了七哥跟龙蛋，就打算多停留一阵子。七哥，你不会嫌我烦吧？不嫌。如此便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常在一块玩了。好。哎，楚楚，你去看看龙丹给我买的药没到啊？给我吧。哦，那就麻烦江姑娘了。不会。来，于大人，我自己试试。自己能行吗？可以的。我来吧。有劳江姑娘了。你本来就是因为我受了伤，我来照顾你也是天经地义的，这样也好让我将功补过。对了，于大人明日想吃什么？好吃的，好吃的就行。
会儿侯爷会来。明月，你有听说长兴侯府的事儿吗？当然听说了，侯府一下子挖出10几具尸体，这么骇人听闻的消息，不消一刻，临安城的大街小巷全都传遍了。这，母亲，这长兴侯可真是够不要脸的，他儿子这副德行，当初还想向您求娶我呢。明月，本宫跟你说了多少次，要对长兴侯尊重些。当年南吴侵犯，是他和你父亲一同带兵守国，不止对江山社稷有功，对本宫也算是有恩。那母亲，你打算如何救治曹兴玉啊？你有什么好办法？母亲以长公主之尊亲自出面，都城司还敢不放人？死的都是一些身份卑微的女子，给他们家人一些重金安抚，不就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？你是怎么想出来的？我多聪明啊！你真是太天真了。日后啊，得让你舅舅帮你找一个全世上最好的男儿。本宫呢，还得先考考，通过考验，我才能放心。你心最好了。侯爷求见。侯爷，殿下，此宝物名为金枝玉叶，树枝用赤金打造，花朵用的是央枝白玉，树叶用的是上等翡翠。这是老臣费尽心力从岭南求得，特献给殿下。深夜前来，是为了你的儿子吧？殿下果然明察秋毫。都城司那个甄衡，还有新上任的司卫于七，胆大妄为，目中无人，根本不把老臣放在眼里。他们随意编造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就把我儿打入大狱，还要判他死罪。殿下，你要为老臣做主啊！这罪名是你编的还是真的？殿下，老臣所言句句属实，老臣不敢编呐。殿下，您也知道，老臣就这么一个儿子呀！你让本宫帮你，却不说实话，那让本宫如何帮你啊？我头儿，手怎么样啊？头儿，好了，快看看这个！我们搜长兴侯府时啊，不仅在那暗格里边搜到了鞭子，还搜到了这个东西。我已经问过池姑娘，曹兴玉管这种药叫做神仙油，那是每一次施暴之前，定是先来上他个一粒。这种打开。这种药，别提有多好了。他怎么吃下去的呀？你快去问问大夫去，他是不是有什么顽疾呀？我已经问过了，他这个药，它这是说呀，吞吞吐吐的。壮阳药。
重点是里边的原材料是一种叫边藤的植物，这种植物是只有南巫才有的。那个大夫说，这个植物也是之前大周和南巫还有通商的时候他才有见过，如今早就已经成禁物了。看来这曹星宇那不止杀人这一条罪，正愁没有线索呢，他就给我送过来了。于大人，甄大人，周贝，你快去看看吧。疾风卫是个什么职务？直接听命于陛下。哦，探查民情，监察百官，权力高过我们都城司。今天来的这位啊，就是指挥使韩然。厉害！哎，韩大人，韩大人，侯爷，长公主殿下令我转告您，都城司一事他已知晓，请您放心。长公主殿下说，您是国之良将，殿下帮您就是在帮大周。殿下还说，此事过后，令公子在临安就留不得了。转告长公主殿下，我那逆子定会让他走得远远的，今生都不会再踏足临安。本使今日前来，是跟你们都城司讨要一个人。谁？长兴侯世子曹兴玉。此人乃是我都城司的重犯，此案尚未审结，恕难从命。巧了，不是吗？这曹兴玉与我疾风卫追查多年的一桩案子也有关，而且是通敌南巫的要案。韩大人，可有文书啊？寥寥几句，语焉不详，恐难服众啊。于四卫这刚刚走马上任，怕是不知啊。我疾风卫办的案子乃朝廷密案，案情相关，无可奉告。好了，本使事多，劳请将那曹兴玉速提来，交与本使。曹兴玉身负10几条人命官司，罪恶滔天。我都城司尚未结案，你一句无可奉告，便要将人提走，那恕我们无法配合。你疾风卫奉的是皇命，我都城司审的也是重案，凡事都得讲究个先来后到。人既是我们先抓的，案也该由我们先审。池姑娘在这儿很安全，你放心。下午疾风卫的事情我听说了，谢谢啊。嗨，这件事情真是给你添麻烦了。这没什么，就是没想到还有奸细啊。池姑娘就在里面，你进去吧，我就不陪你了。好，那我去看看他。过来。下午这个事儿吧，是阿蛮他韩然的文书拿了吗？您歇着，我来。啊，我别歇着呀。对了，池姑娘，你家里人那边需要先送个信过去吗？不必了，我没有亲人，我从小无父无母，是哥嫂收留了我，但他们却将我卖去了青楼。四姑娘可知，他们根本不顾念亲情，满脑子都是自己的利益。我刚在郊外安顿下来，我哥嫂得知我的事，连夜便赶来了。
我以为他们是愧疚、心疼，结果我真是个傻子，怎会对他们还有期待？你们说什么？要我嫁给曹星玉那个畜生做妾？妹妹呀，你如今这般情况，还能许什么人家呀？那可是长兴侯府，他们送来的聘礼呀，堆了整整1院子。我当初啊，嫁给你兄长时都没这么风光过。你进了侯府，谁还敢再嚼舌根说你不清白？哥哥嫂嫂都是为你考虑，为我考虑。父母临终之前，将我托付于你。你把我卖到青楼后，还嫌那火坑不够深，如今是又要加一把柴火。哥哥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啊，如今有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，哥也是想你过得好。现在想来，他们把我卖入青楼那日起，我其实就已经没有家人了。池姑娘，你明明已经脱险，还愿意为了救其他人继续犯险，有你这等胆量还有心性，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。是你教的我，江姑娘，你不求回报救我性命，我定依你所言，见他人有难，也会出手相助。你放心，有于四卫还有甄大人在，这个案子一定会真相大白的。多谢江姑娘。曹星玉，你是打算就这么一直装哑巴呀？你还是睁眼看看吧。这个东西是从你的书房搜到的，是叫神仙油吧？什么神仙油啊？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，那就不是你用的了。这难道是你爹用的？你闭嘴！好，不说不说。老头这么大岁数还用这个，真是于气！好，不提。我们说点别的啊。这个配方是从南屋来的吧？我是真没想到你侯府有一天也会勾结南屋，通敌叛国呀！于琦，我告诉你，你休想污蔑我们侯府。你说从我书房找到的，我还说你嫁祸我呢。好，你是这个反应，我就放心了，我信你。给他看看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在大牢里消息闭塞也很正常。刚才疾风卫来过了，要以勾结南屋的罪名将你逼走。曹星玉杀人埋尸，实乃受南屋人控制。哦，南屋。根据我疾风卫多年的调查，南屋人已派细作潜入临安城，成立了夜莺门，专门接近我朝高官，刺探情报，并伺机策反。长兴侯乃当朝第1大将，在军中权位甚高，并又护卫皇城。他们屡屡试探，毫无进展，这才把目标放在了妻子曹星玉身上，用药物加以控制，迫其杀人。这药物都能控制曹星玉，为何不直接控制他爹呀？这个就是南屋人的反间计，他们要的就是长兴侯与陛下君臣离心。怎呢？我疾风卫要抓的人，难道你们还想强扣下不成？今日
这曹新玉是交也得交，不交也得交。不交，敢硬抢啊！你不怕我到陛下那儿告你一状？告啊！赶紧出门去告。你今日要是能带来陛下的手谕，人带走，否则免谈。3日，只有3日。你是不知道我费了多大的气力才把你给保住。你应该知道，他们要是拿到了这样的证物，你是什么下场？你想怎么样？不是我想怎样，是你想怎样交代。药是从哪儿来的？圣女出，南无兴。师兄，深夜急召，是否出了什么事？长兴侯的案子这2日闹得沸沸扬扬的，听说还查出了南巫的线索。侯府是你负责看着的，怎么回事？师兄，是这样，那曹兴玉是个好色之徒，我本想利用这点，让他为我们夜莺门所用，成为临安的一枚新棋子。没想到此人愚蠢至极，在接连虐杀了10几名女子之后，竟将尸体藏在自家院子。不过师兄放心，此人是以杀害之罪入狱，与南巫无关。可我安插在疾风卫的耳目说，韩然以通敌南巫之罪，要提走曹兴玉。想必是那长兴侯为了救子，巧立的名目罢了，并无任何实际证据。师兄，桑奇做事你是了解的，绝不会留下半点蛛丝马迹。我夜莺门潜伏在临安10年，才有了如今的暗网和隐匿藏身之所。如今圣女暂无音讯，大周也还未倾覆，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，所以每一步都有分。是。所以神仙游之事，你是有信心在我发现之前就解决干净？师兄息怒，实在是事发突然，我们还没来得及取走侯府的神仙油，便被都城司派人搜了去。最近小心行事，免得被波及。是。师兄，不如我将那曹兴玉直接灭了口，以绝后患。不必，曹兴玉已成废子，不必再浪费一步棋。你记住，做的越多，错的越多。是。下去吧。曹兴玉之案，都城司会怎么做？放了，还是杀了？又有好戏看了。那依你之见，此案究竟与夜莺门有无关系？夜莺门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他们一定是在等。这场戏我们要如何收场？曹兴玉罪证确凿，放了他，10几名女子的冤魂无法沉冤昭雪，都城司从此再无威信可言。斩了他，长兴侯痛失独子。
难免会对朝廷心存怨恨，生出异心。所以无论我们怎么选，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利而无害。好毒的计策呀！如今我们真是进退两难了。那甄大人要如何抉择呀？圣人有云：“天下从事者，不可以无法矣。”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，此谓为大治。所以，听从本心，遵循法度，是为此难题之正解。江姑娘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难道我们就要眼看着那个恶人逍遥法外吗？难道我的女儿就要死得不明不白吗？舅娘子，你先别急。我倒是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就是有些冒险，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试一下。于四卫，我见临安城中的武将少有你这般睿智明理，却又能言善辩之辈。你定是读过不少书吧？敢问师从何人？缘何习武，却未从文呢？我的事情说来话长，眼下还是先研究好这个案件要如何审理吧。就算是我们秉公审理，3日结案，他们到时候再来提人，我们也不得不交。曹兴玉到了他们的手里，到时候再来一个翻供，找一个南屋细作来顶罪，这个案子审了也是白审。你说的有道理。那我们应该如何办呢？找陛下亲审。请陛下亲审。眼下正处闹市，您可千万不要入门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如何是好？等一下。哎，停！陛下。家主，去买一份兵役来。此次微服出访本就没带多少随行护卫，只派了都城司暗中巡视。我都嫌多余，别废话了，快去买。是。来一份。哎，好。您拿好。老爷，起轿。陛下，民妇冤枉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。拖下去！陛下，慢着！这位女子，你继续说。陛下，民妇实在是别无选择。只能冒死来告御状，求陛下为民妇做主，还我死去的女儿一个公道。为什么不报官？都城司不管吗？那凶手位高权重，只手遮天，枉死的不止我女儿一个，还有10几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娘。都城司这才把她抓了起来，案件还未结，便有人来周旋。怕是过不了几日，便会把人给放了。何人如此猖狂？长兴侯府世子曹兴玉。老臣未曾料到我儿之事又起波澜，给您添忧了。殿下，
您位高权重，金口玉言，还望您能再帮衬一二。若能渡过此难关，老臣定以长公主殿下马首是瞻。你莫得寸进尺。本宫先前被你蒙蔽，有意相帮，已是仁至义尽。奈何你儿罪恶滔天，大抵这便是他的命数吧。侯爷，你该认命的时候就得认。命，这就是我的命。恕老臣无礼，你现如今才想与老臣撇清干系，恐怕晚了点吧。如若你好心办了坏事，也是殿下您的命啊。你既不知好歹，也罢，呈给侯爷看看。你的好儿子拿着大周的情报，和南巫夜鹰门换取神仙油，以供享乐。不可能，这绝不可能！我儿再是荒唐，也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，这定是污蔑。无妨，类似这样的戏，吉风卫还有很多。是不是误会？看了便知。殿下，老臣该死，还望殿下恕罪，请殿下明示，老臣该怎么做？这就是一场闹剧，该结束了。我儿虽是逆子，那也是我唯一的儿啊，殿下。若只是10几个小娘子，最多也就世子一条命。可这通敌叛国，侯府上上下下一个都不能留。孰轻孰重，还需多言。这宝物既是你从岭南专程带来的，本宫不能夺人所爱，观赏几日，是时候拿回侯府。金枝玉叶，好一个金枝玉叶！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父亲，父亲，陛下，陛下，罪在臣妇。陛下没休得胡言！曹勇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但凡做的不如他父亲满意，就会遭到一顿毒打。臣妇懦弱无能，一时未能阻止。孩子走到今天，我们夫妻俩罪孽深重。放肆！你闭嘴！不准你打我母亲！陛下，全因我们教子无方，孩子才步入歧途。望陛下给他留一条性命吧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若朕对世子网开一面，那法度何在？杀人偿命，臣妇来时服了毒，只愿此命超度亡魂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
我这孩儿子，不去，不去！传陛下口谕：长兴侯世子曹兴玉强抢民女，虐待发妻，草菅人命，罪无可恕，秋后问斩。长兴侯曹勇教子无方，念其戎马之功，保留爵位，但一试而终，择日指导施行。你倒自觉！臣知错。他告御状怎么告得这么准啊？是如何在街上这许多轿子中认得出朕的？臣不该利用都城司职务之便，令陛下不得不审长兴侯世子。朕今日这一审，令长兴侯痛失世子，又没了夫人。你知道长兴侯是谁呀？微臣知道。于情，您与长兴侯一同守国，出生入死，于朝堂之上。 乃是古公之臣，今日陛下之举，令长兴侯寒了心。日后怕是再难令他为国效力。可是陛下，微臣也别无他法。您说是十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本就该绳之以法的国之重臣的儿子重要呢？微臣见识短浅，所以只能出此下策。你的意思是，朕不明是非，分不清十几条人命重要，还是曹勇的儿子重要？ 正是因为陛下分得清，所以此时才会如此痛心。回到景明23年以来，巧娘与姬崇义结亲，曹兴玉进了大狱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既然如此，哥哥、姐姐，还有爹的命数，我也定能想法子改变。 于四卫，你怎么没有入宫啊？哎呀，听个结果便是了嘛。有点口渴了，来找江姑娘讨口水喝。小二，上杯茶。客官，您慢用。众望所归，那些无辜惨死的女子们，终于可以瞑目了。她的母亲。 为了赎罪，当场自杀。这母亲真可怜，为了儿子，居然自枪谢罪。可怜吗？他的儿子在府上弄出那么大的动静，儿媳妇整日被殴打，他一个做主母的，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看多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 不管如何，这天底下的母亲，终归都是最爱孩子的。曹兴玉的母亲如此，我那精明算计的二婶也是如此。你在都城司这许多年，朕对你十分了解，想方设法为十几条人命伸冤，你做得出。可这种告御状的方法，你想不出。你莫告诉朕，这是那妇人想出来的法子。说吧，是谁？ 大胆说，朕不会惩罚你。陛下，我有一位好友，每当我案件想不清楚之时，我便会去与他商讨。他明辨是非，又常常出其不意。此次，是他帮臣想出的这法子。你说的此人可在朝中任职啊？正是都城司新上任的司卫，于七。于七。天下之大。 自然也有那不爱子的母亲。于大人是在说自己的母亲吗？我怕是没有这个机会。逝者已矣，大人节哀。你误会了。我是说，我从小就被抛弃了。
他也从来都没有关心过我，所以在我的心里就没有这号人。那后来这么多年，你都没有去找过他吗？或许当年他是有难言之隐。哎，我还真没找过他。难言之隐。当年有一个算命的，说我是不祥命，会给家里带来灾祸。他怕受牵累，失了宠，然后就想了一个法子，让我的父亲和我分个远远的。就这样。过去，他不愿多谈身世，我只知他不受亲族待见，被发配驻守边疆。没想到，他竟然与我有相似的命运，一出生就背负不祥的罪名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几阵，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天地情深。相识一笑望余生，千帆过尽是我们。若影随形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一诺望余生，缘分眷留着青春。光阴似镜，与你同赴烟火。月光如水，好梦总能照有情人。相惜一路望余生，岁月流星不由人。一眼珍存在于